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小电台。你有没有试过在深夜里突然关掉所有的屏幕？我是说，关掉手机，关掉电脑，关掉电视，让那种嗡嗡作响的电子寂静像潮水一样退去，然后真正的寂静，那种厚重、柔软、几乎有质感的寂静，便从房间的角落里，从窗外的夜色里慢慢弥漫开来，将你包裹。这时候你会听到什么？也许是冰箱低沉的运转声，也许是远处隐约的不知名的冥想，也许是你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，心跳的声音，呼吸的声音。你会突然意识到，这个被无数信息、关系、欲望塞满的我的里面，还有一个更根本、更安静的我，一直在那里，只是你太久没有去听他说话了。1854年，有一本书诞生了，它不是在呐喊，而是在低语。它不是要给你答案，而是想递给你一把铲子，让你自己去挖。它像一个沉静的朋友，坐在时间的对岸，等着所有在喧嚣中感到窒息的人渡河而来。这本书就是亨利·大卫·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。它不只是一本自然笔记，不只是一段隐居记录，它是一次向着生活最内核的孤独而勇敢的进军。他要问的是一个最简单也最艰难的问题：我们究竟需要多少东西才能真正的活着？要理解湖边的梭罗，得先看看他来自怎样的岸边。1817年，梭罗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，这是个被森林、河流与池塘环绕的小镇，自然的气息几乎是他生命的底色。他毕业于哈佛大学，但大学教育没有给他套上精英的枷锁，反而让他更清醒地看到了世俗成功的虚幻。他做过教师，但很快就因拒绝体罚学生而辞职。他帮父亲经营过铅笔作坊，甚至还改进了工艺，做出了当时最好的铅笔。可他对此毫无迷恋。他生命的转折点是遇见了一个人，拉尔夫·沃尔多·爱默生。这位美国超验主义哲学的灵魂人物，住在康科德，成了梭罗的导师、朋友和精神上的引路人。超验主义强调人的神性，崇尚直觉，认为真理存在于自然与心灵之中，而非社会的陈规陋习里。这思想的种子在梭罗心里深深扎下了根，但真正促使他走向瓦尔登湖的是一种日益尖锐的痛苦。他眼看着身边的乡亲，同时代的人们，包括他自己，陷入一种疯狂的自我奴役的循环。为了支付房租，为了穿体面的衣服，为了拥有更多的财产，人们不得不拼命工作，耗尽所有的时间和精力，结果却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本身，去思考自己为何而活。人们成了自己欲望和工具的奴隶，用他的话说，人成了他们工具的工具。于是28岁的梭罗做了一件在旁人看来近乎荒谬的事，他向爱默生借了一块位于瓦尔登湖畔的林地，自己动手伐木、立柱、上梁，盖起了一座仅容一桌、一床、3椅的简陋木屋。美国独立日那天，他正式搬了进去，开始了一项为期2年2个月零2天的生活实验。他的动机不是逃避，而是寻找，不是去找世外桃源，而是去找到生活的原点和底线。他想用一把最锋利的斧子，砍掉生活所有多余的枝蔓，看看那最本质的树干究竟是什么样子。他想用最少的物质消耗，去换取最多的生命体验和思想自由。他不是隐士，他是探险家，他探索的不是未知的荒野，
而是被文明层层覆盖的人心的荒野。现在让我们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板门，走进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的700多天。这不是一个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没有反派，没有戏剧性的冲突，它的节奏就是湖水的节奏，是四季更迭、草木枯荣的节奏。但就在这看似平淡的节奏里，蕴藏着惊心动魄的内在革命。一切从一把借来的斧子开始。梭罗走进森林，挑选笔直的白松，斧子砍进木头的声音清脆而笃实，响彻安静的湖岸。他自己测量、开榫、架梁，每一根木材都经过他的手，带着树叶的清香和阳光的温度。木材、钉子、玻璃、石灰，总共是28.125美元。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。而这座他自己亲手建造的房子，将是他未来2年全部世界的中心。木屋很小，家具简单到极致，但这简单的空间却因为面向湖泊和森林而获得了无限的深度。他写道：我就像住在一只巨大的眼睛里，湖就是我的瞳孔。清晨，他在湖水的反光中醒来，夜晚他伴着风吹过松林的涛声入眠。距离他最近的邻居在1英里之外，但这孤独对他而言是丰盛的，是充满交谈的，与松鼠，与浅鸟，与一棵橡树，也与自己的思想。安顿下来后，梭罗开始实践他生活的核心，极致的简朴。他开垦了一小片土地，种上豆子、玉米、土豆和萝卜。他在湖里钓鱼，在林中采野果，自己烤面包。他详细记录了自己第1年的所有收支：食物消费8.74美元，衣物8.41美元，油和其他杂项2美元，全年总支出不到25美元。而他通过出售豆子做些零工，挣了36.78美元，结余充足。这不是苦行，而是一种精确的计算和自觉的选择。他证明了一件事：一个人完全可以用极少的金钱过上有尊严、有思考、有自由的生活。关键不在于你拥有多少，而在于你需要多少。他的日常生活简单到了极致。早晨，他会在湖里洗澡，哪怕是冬天，他也会凿开冰层，在冰冷的湖水里浸泡。这不是自虐，而是一种清醒的仪式，让身体和心灵都保持敏锐。白天，他大部分时间在户外，锄豆田，观察湖水的颜色变化，追踪动物的足迹，记录植物的生长，测量湖的深度。他用一根绳子和石头一寸一寸地测量瓦尔登湖，最终发现这个被人们以为深不可测的湖，最深处也不过102英尺。他写道：人们说这湖深不见底，其实只是他们从未认真去测量罢了。这句话何尝不是在说人心，说生活，说那些我们以为无法穷尽的复杂。晚上，他读书、写作、思考荷马、维吉尔，印度的奥义书，中国的孔子。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小木屋里，他与整个人类文明的智慧对话。他不是在逃避文明，恰恰相反，他是在用最纯粹的方式拥抱文明的精髓。他几乎不需要钱。他说，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，他就越贫穷，因为他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维护，去操心，去担忧失去。他看穿了现代生活的一个巨大悖论：我们以为自己在积累财富，实际上是在积累负担。我们买房子，然后被房贷绑架30年；我们买车，
然后要为保养、保险、停车费发愁。我们买更大的房子，存放更多的东西，却没有时间去享受它们。梭罗说，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生活的舒适，不仅不是必须的，而且对人类的进步是一种障碍。这不是在鼓吹贫穷，而是在质疑我们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。他发现人的基本需求其实少得惊人，食物、住所、衣物、燃料，仅此而已。超出这个基本值的一切，都需要用时间、自由、健康去交换，而这个值远比社会告诉我们的要小得多。当你发现只需很少的东西就能满足生存，那种如释重负的自由感便是真正的富有。他追求的不是贫穷，而是富足的自由。这种自由来自于对自身欲望的清醒认知和主动管理，而非对外部物质的被动追逐。我们恐惧孤独，用无尽的社交、娱乐和噪音来填满它。但梭罗揭示了一个悖论，在人群中，我们最容易丢失自己，而在孤独中，我们才最有可能遇见自己。瓦尔登湖的寂静不是空洞的，而是丰盈的。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，迫使梭罗直面那个没有任何头衔、财富、社会关系包裹的赤裸裸的自我。正是在这种直面中，他区分了什么是社会灌输给他的想法，什么是他内心真正的声音。他说，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孤独，但我也像沐浴在春风里一样，从未感到寂寞。他教会我们，高质量的孤独是精神的断舍离，是心灵的大扫除。只有清空了外部的杂音，你才能听清内心那个微弱但坚定的向导在说什么。梭罗不是简单的欣赏自然，他是在与自然进行一场深度对话。他测量湖，记录动植物，观察季节更迭，是以一种近乎科学和宗教相结合的态度，在自然精密无比的循环和庞大无垠的秩序中，他看到了一种超越人类社会的更高级的智慧和真理。蚂蚁的战争，浅鸟的鸣叫，豆田的成长，这一切都在无声地言说着关于生存、竞争、合作与和谐的法则。自然是他的日历，是他的时钟，也是他的哲学课本。通过融入自然，他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，将自己重新放置在一个更宏大、更古老的宇宙网络之中。这让他获得了宝贵的比例感。个人的烦恼在星辰的运转面前显得何其渺小，而生命本身作为这个伟大网络的一部分，又显得何其神圣。这是梭罗最核心也最振聋发聩的呼吁。他目睹同时代人以及今天的我们陷入一种安静的绝望，他们明明已经演奏完了生命的乐曲，却还以为未曾开始。人们忙于生存，却忘了生活。时间在麻木的重复中悄然溜走，直到死亡来临，才惊觉自己未曾真正活过。他给出的解药是清醒与自觉，像测量湖水一样去测量你的生活，像观察豆苗生长一样去观察你的时间流向，像建造木屋一样去建造你的人生框架。清醒的活，就是有意识的去选择、去体验、去承受、去思考，哪怕你选择的是世俗的生活，只要你清楚知道为何而选，并承担其代价，那也是在活。最可怕的是浑浑噩噩，随波逐流，在社会的流水线上，将自己加工成一个没有面孔的标准件。最后也是最温柔的一层启示，梭罗并非要求每个人都去森林里盖木屋。他清楚地写道，我并非想让别人采取我的生活方式，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非常小心地找到并追随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瓦尔登湖是一个象征，它象征着那个能让你从社会惯性中抽离出来，进行自我审视和重置的心灵空间。这个空间可能是一间书房，可能是一条固定的晨跑路线，可能是一项需要你全神贯注的手艺，甚至可能只是每天早起的半小时。关键在于你要主动的、定期的去创造和维护这个空间。你不是员工，不是父母，不是任何社会角色，你只是你自己。你可以像梭罗测量湖水深度一样，去测量你内心的真实需求、快乐和困惑。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，一个能映照出你本真模样的宁静的深水。那澄澈的湖水并没有从你脑海里退去，它变成了一种底色，一种参照。当你再次挤进地铁，刷着无穷无尽的信息流，为明天的会议焦躁不安时，梭罗那平静而深邃的目光仿佛会从某个角落里望向你，它就像一个提前到达未来并在那里等你的人。它告诉我们，除了我们正在狂奔的这条拥挤的主流河道之外，人生还有无数条安静的、少有人走的支流。那些支流可能不通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彼岸，但它们通往生活的深处，通往内心的完整。它并没有提供逃离现实的方案，它提供的是穿透现实的视角。它不是让我们抛弃文明，而是让我们警惕文明对人的异化。它不是歌颂贫穷，而是赞颂因为清醒和自主而获得的真正的富足。所以在今晚的寂静里，我想留给你梭罗的那个问题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回避的问题。你是否也愿意，哪怕只是在自己的心里开辟出一小块湖畔的飞地？在那里，你可以暂时卸下所有身份和标签，只是去听一听冰层之下自己生命深处那等待迸发的轰鸣的春声。或者更直接地问，为了你正在过着的这种生活，你正在付出怎样的，也许你自己都未曾细细计算过的代价？而那代价换来的，真的是你内心深处渴望的东西吗？愿你拥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答案。晚安。